农民工吃泡面时，惊讶地发现，眼前的大长腿居然跟他侵犯的女孩长得一模一样。而他本打算抬眼看看这双腿的主人是谁，不料这一幕刚好被女孩的男友看见。好看吗？这是你该看的吗？男人眼看自己理亏，于是便端着泡面就准备起身离开，没想到对方竟直接一把打翻了他的泡面。虽然男人刚出狱，并不想惹麻烦，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小混混这样羞辱，他的心中顿时就有了一种邪恶的想法。然而女孩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居然当晚就打算翘课跟男友约会。就在她还在约定的树下等男友接她时，不料突然被人从身后用垃圾袋套住了头，准备将其拉进小树林里实施侵犯。不过好在这时女孩的男友及时赶到，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然而即便女孩被男友成功的救了下来，可当晚却还是有一个女生被拖进了小树林，只是等警方找到的时候，成为了一具尸体。受害人叫郭冰冰，14岁，是二中学生。这里有伤痕，大腿内侧的衣物上有经斑，应该能提取到 DNA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对一个刚满14岁的女孩动手？随后法医便仔细检查了女孩的全身，果然让他在女孩的头发里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鱼鳞？虽然大家并不知道头发里为什么会有鱼鳞，但好在痕迹检验员很快就又找到了一组脚印，并在附近发现了2个刚吸过的烟头，而且烟嘴位置都有很深的咬痕。经过与经斑的 DNA 的对比，他们发现这些都是凶手留下的。然而更炸裂的是，法医对女孩尸检后震惊地发现，嫌疑人在实施强奸行为的时候，受害人的血液循环停止，已经死亡，而他的死亡原因就是脖子上的机械性窒息，而这种勒痕极为少见，就连经验丰富的老法医也推断不出是什么工具。不过好在他们通过 DNA 大数据的分析，发现凶手居然跟之前的2起案件是同一个人，只是碍于数据里并没有凶手的身份信息，所以警方只好找之前被侵犯的女孩了解情况。果然经过再次的问话，他们在李小萌这里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，那就是对方套他头的塑料袋上有一股奇臭无比的鱼腥味儿。鱼腥味儿？你确定吗？我海鲜过敏，一闻到那腥味我就想吐。而另一名受害者也证实了这股奇臭无比的味道，于是警方根据几位受害者的描述，把嫌疑人定位成了水产行业的工人。可他们根据3处作案地点的分析，发现案发地都在刚开发的小区附近，而且每一处相隔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。而搞水产行业的工人基本都是固定的位置，如果作案的话，也根本就不会跑这么远。然而就在大家还在疑惑凶手到底是什么行业的时候，不料这时一个同事的烟头竟给案件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，那就是通过之前发现的烟头上的咬痕，他们认为只有用后槽牙咬着的，既不耽误干活，也不会熏着自己的眼。而这种习惯多出现在重体力劳动者中，警方立刻就将目标锁定为装修工。而经过他们对案发地附近的工地逐一摸排，果然发现了2个有前科的嫌疑人，一个叫江连红，一个叫王恩泰。只是王恩泰1个月前就摔断了腿，所以警方便以没有作案条件为由将其排除了。随后警方便立马对江连红展开了抓捕。可结果经过 DNA 的对比，他们发现江连红根本就不是凶手。然而让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当江连红看到警方拿出来的照片时，竟一口咬定这些事都是自己做的。强奸、猥亵、杀人，这3个还是在读书的孩子，你把人命当什么？把法律当什么了？在叶谦的一再追问下，一起尘封了22年的旧案终于浮出水面。原来当年江连红的堂弟江红海搞大了13岁女友的肚子，为了逃避罪责，居然联合女友诬陷是江连红强奸。而江红海因为心怀愧疚，在江连红出狱后一直被他百般照顾，甚至还承诺会给他患尿毒症的父亲养老送终，这才让江连红甘愿再次为他顶罪。得知这一真相后，警方便立马对江红海展开了抓捕。